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新出的这一款电影 MPM14碎骨魔。哇，盒子还是挺巨大的，并且这一次里边真的是纯环保啊，全部都是纸壳子。食品方面，一份官方式的说明书，建议大家彻底的扔掉啊，完全解释不清楚。配件内容：一张打烂的吊着眼睛的替换面雕，弯曲造型的替换铲头，还有一大把火焰的特效剑。哇，这一次软胶的这些火焰特效剑是新开的独立模具啊，并不是像之前在围城遗产线统一的那个爆炸口，这个诚意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孩之宝主打的旗舰级产品 ，MPM 线每一次出来都会是一种爆款的形式存在。这一回的碎骨魔，首先我们来看车型啊，其实怎么说呢，看起来真的挺素的，身上的这种用料材质啊，也是现在官方偏柔软的那一种，但是在涂装方面做的也仅仅是轮胎的泥泞效果，还有前车窗这里雨刮器和灰尘的刻画。这边 logo 的印刷，前方这里的格栅有一点点的涂装，尾部这里有一些干扫上去的脏旧，转向灯这些地方的警示刻画，前大灯以及车牌这个地方的标志，所以就会给人一种这是一辆非常崭新的军用扫雷车，新的有点过头了。推车滚动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整车拿在手里边挺有分量的。这一回身上也有一些合金的零件，板件主要是比较厚实。整车的长度差不多在26.5公分左右。如果从铲头这里开始计算的话，将近33到34公分，还是一个不小的尺寸。这一次越南的代工素质啊，提升的幅度非常大，在这么庞大的零件数量之下，没有穿歪一个轴，已经表现得非常厉害了。这一次碎骨魔变形很复杂，身上的零件繁多，但密合起来完全没有什么压力。变形的过程中也能发现轴穿的都是挺好的，但是也有小中奖的地方，比如这一个板件。在组装的过程中，或者说装箱的过程中，变形过程没有到位，就导致在运输中挤压这块有点塌下去变形了。但你要说它完全没问题，就对不起官方这两个字儿了。就这个破料子，如果放在遗产线啦，或者说其他的低龄产品线的话，可能玩具过于小啊，还表现的不是那么太过于明显。但你要放在 MPM 线里边，尺寸很大，而且用这么软的料子，这个铲臂的根部啊，其实是有设计齿轮关节的，但你也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齿轮关节虚位很大，也相当的不靠谱。问题还是出在料子软的程度之上，用软料子来做磨损齿轮，它不是那种弹簧级轮，就是纯粹靠齿牙的磨损力度，所以就会感觉这个铲臂啊。过度劳累以后，拉拉的根本支不起来，感觉身体被掏空。本身在官图里看的造型应该是这个样子，就铲臂挂在头顶上，各种不挨着。但实际呢，是不是渗透汁了？问题就出在这两个黑色的齿轮上边，并且这一块其实造型上有设计出来一个类似于液压的效果啊，这里也开了一个槽子，可以把这液压插进去。如果说能再有一个棍子来支撑的话就好了，可惜现在啊，怕再也不能给他稳稳的幸福。问题还是这一块太长了，长度导致重量的增加，这一块的料子又完全撑不住。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并没有在关键的位置上，所以还行吧，起码人的身体方面没有影响到变形。来吧，我们直接把它变成人形。这回的变形也是相当有趣的。首先，其实理论上它是可以一体变形的，但是会太碍事了，而且这一块过于长。官方在变形的指示时候也是让你尽量的把这一块摘掉。我们可以从两节来拆分啊，这一块可以揪下来，也是通过这个替换爪头的。另一节在前方这里是一个无损的咬扣。变形第一步，我们先把身上的小细节处理一下。背后这里的楼梯旋转下来，这一面轮子从这个缝隙里抠出来，根部的一个双关节运作，然后往前旋转。另一面这里有一个单面的烟囱，把它转出来。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卡扣啊，就是单纯的贴在上面。
抠下来，然后我们抠起保险杠和进气格栅，立起来，把这一块臂转过来，旋转180度，左右对叉结合在一起。注意，另一个臂下方还有一个挂扣，结合住锁好。侧面这里的前挡泥板下方这里有一个连接的扣点，把这里解松，然后通过根部的齿轮往前旋转，下方挡泥的位置收起来。另一边往开拆的时候，折到头，记得把烟囱也跟着旋转180度，放在这儿备用。顺着后面这里，把轮子下半盘连接的这些扣点全部的打开，左右腿部对插着地方锁着一个扣子。我们先往开拉，腾出角度来。注意看，这里边有2块面板结合在一起的锁扣，打松掉。然后顺着这里边的关节往出掏，连同前方车窗的位置180度折叠，玻璃跟这一块旋转打开，放在这一面。根部的这个双端关节直接往前锁，就可以把这块先定住了。在现阶段，我们就可以先把腿部这一块处理好了，你别按说明书那个步骤变啊，可乱了。从这个位置，整条腿旋转180度拧过来，打开这里边所有的脚趾头，带轮子的这根脚趾旋转180度，然后从另外一侧里边翻出一个支撑的小棍子，插在轮子中心作为支撑，脚后跟180度旋转出来，左右前脚趾的这2根打开它，往下旋转，对应这里边的2个面儿，把棍子插合连接在一起。好了，就得到了一个这样支撑起来的脚架子。变形设计这块还是做得非常巧妙的，而且支撑的稳定性很好，它把这地方都支撑了起来，用3角的这种稳定性来使这条腿撑起上半身巨大的重量。脚腿处理完，我们就开始解锁。这一块有一个半圆形的环，我们把它支开。然后啊，这个官方的软料子又体现在了非常不爽的地方。这2片明显是扣合在一起的，然后通过根部的穿轴进行结合。但是你在旋转的过程中，总会发现这2个面板会炸开。主要的原因也是这一块的造型，这里边太薄了，所以你就无法穿一个螺丝去让这2个零件固定住。再加上料子软，没有螺丝固定的话，它就更容易的张开。所以在把玩的过程中，小心要时不时的捏紧一些。好。这个细节讲完，我们把这块打开，胯部啊，顺着这个齿轮关节往下旋转，然后再把这一块提上来，后边的屁股甲往上抠，再用这个零件反卷过来，里边有一个卡孔对应，同时侧面的这个豆点又锁轮子轮毂中心的那个洞去。扣住，刚才我们解锁开的这个环状的地方，包住轮子的边缘，同时里边又有一个插扣，去进行咬合固定，并且材质柔软也导致了根部齿轮关节玩起来不是很顺畅。首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肉肉乎乎的一个齿轮关节，它中间的齿牙感觉是在跟着运作的时候来回的波动。而且虚位很严重，一齿和一齿之间的虚位也是官方由来已久的老毛病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齿，你如果顺着一个方向顺时针转的话，还挺顺畅的；逆时针转的话，就会有磕磕绊绊的现象。这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些齿牙因为柔软了，所以你在顺着一个方向掰的时候，就已经呈现出来这样弯过来的趋势了。当你在逆着这个棘轮往回掰的时候，又要把这些已经变弯了的齿牙再次碰直了，所以就会有磕磕绊绊的感觉。根本原因，这个破料子。2条腿我们解放出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哇，好像一个霸王龙机械骨骼怪兽一样的东西啊！
还挺酷的。这也算个 G 形态吧。来处理后方这一块的挡泥位置，这些带楼梯的对折过来，另外的一边拨开后方的锁眼地方，对折缩窄。但是另一边因为这一块板件变形挤压的关系啊，就贴不到底了。明显的看到，你看对起来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缝隙啊，根部的这块就贴不平，就这一节变形了。上半个的屁股拆分，打开这两个扣子，注意这两个扣子得先拆这一面，根部这里是有一个畸形的挂钩的，打过来，对折一下。上方的这一块面板也是先拆一边，就等于这个屁股拆分的时候啊，下边这里先拆右边，上面这里先拆左边，把这两个畸形钩咬合的地方解锁开，然后前面的大挡风玻璃根部下方这里解锁开，把这两片对折放到玻璃的里面去。这个时候从中间一分为二，再拆分顶部前挡风上边这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左右对插的地方，稍微的上下错一点位置。好，两条手臂裂开之后，我们就好操作了。伸进手去，拉着后方的这一块根部的滑道提起来，然后90度延展开，侧面的这里挪开轮子的位置，把这一节玻璃整个的拉出。然后说明书上啊，让你这样就往上翻这块板件，其实是完全翻不过去的。在这个情况下，这一块的备胎会把这里完全的锁定住，干涉的相当严重啊。所以呢，你得来回挪吧挪吧，就让过来这个边缘的时候，你就先得把这缝儿挤到轮胎的中间，这个时候再往上贴。接着带有涂装标志的这一块，把里边旋转180度翻到这一面来，再往后折，根部这里会出现一个扣眼儿，锁的是这个扣子，所以这个根部的双关节调整到位尤为重要。根部的这一节就可以通过里边的肘部双段齿轮 Z 字拉长，这块面板整个盖上去。下方这里把楼梯收纳到这个空间，藏起来。另外的一边直接往里折就行，就没有楼梯了。大爪子的变形也是很有趣的，它通过手指的堆叠让这一块很完整，但是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先左右分开，然后把中间的这两节拉上来，再把这块弄回去，就会发现这个手变得特别的巧妙啊。这零件的运用以及手指头的这种刻画效果做完了相当的不错啊。所以这款碎骨魔最让我着迷的设计点竟然是它的手指和脚趾。当我们把这些细小的工作全部处理完，就可以根据这里90度旋转开来了。展开以后，我们顺着这两段齿轮关节的肩膀往开搓，双关节同时的运作，把它放到这儿，小板子堵住这里的窟窿，这俩金属球啊让到前面去，这根部特别的紧，同时啊这几个零件是穿在同一根轴上的，所以导致了最后你在车型状态下调整这两个备胎的根部轴的时候，是因为有两个金属球的轴同时运作卡在了这个驾驶室里边，这块也很紧，不好调整。再把大的挡风玻璃转过来放平，变成这样。接着根据胳膊的这一段旋转下来，调到正确的角度上。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备胎通过这个转轴180度折过去。就刚才说了，因为和这块合金的零件共用同一个转轴啊，这个根部特别的紧。哎呀，你得使很大的力气才能转得动它，同时还得小心啊，因为这里边都是轴，这个地方还有非常多段的旋转关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弄这么吃力干什么？你换个轴做不好吗？好吧，很艰难的把它别过去。在旋转的过程中，你还要捏着下方的这两个金属球，让它别乱动。
同时这个胳膊的肩膀位置还不能乱动。哇，真的是很难过来。好了，折到位以后捏板它，打开上方的2个 V 字棍子，再把这一节立起来，继续再把轮毂中心的扣眼结合插住。然后我们来看这2块车窗的透明零件，往上先折叠一档，根部这里还有一个左右的偏转，提起来它往外撇一点点，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刚好设计的凹槽去卡住轮子的边缘。再折到最后一档的地方，轮子上有2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凹槽，我们要根据这2个 C 型凹口夹它一下，把它完全嵌合挂在上面，让这一块形成一个圆环，夹住这个轮子的边缘。非常不错的，而且很高级的一个设计啊！对于电影系的玩具来说，这些都是细节，但问题就是这块处理的不好。主要原因，轮子、肩膀连同下边的这个金属球穿在了同一根轴上，可能这样也是为了省成本，可能这样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但是就导致了这一块根部的转轴会非常的紧，而且在带动它转动的时候，下方这里又会跟着一起转动。你要把这2个单独的错开位置，还要让肩膀的这一块转轴不干涉到的情况下，来旋转这个肩带，根部这里还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块如果没有这些抱死的锁扣的话，是很容易弹开的。两边的肩带处理完之后，效果其实还是挺酷的，但是可惜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肚子下方这里打开，脑袋180度翻折出来，扣上。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前面这块90度立上来，后边的这一块对着夹合，注意中间的板件位置关系，别影响到。好，对插起来。背后这里2块旋转过来的面板，左右通过这2个扣子夹合。在车型状态下用到的是下方这里开叉的扣子啊，人形结合背包用上方这里夹住它。屁股后边这里装饰的细节往起抬一抬，烟囱立好位置。前方这里车窗旋转一下方向，这里又有2个合金的零件，腰带的刺刺，打开以后再旋转90度转横它。这块的空间很紧张，并不是很好操作。裤裆整个的扣上来。主体部分现在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扫雷铲子插回去。其实这一块看你的需要吧，前方这个扫雷铲的单独每一片上面其实还是有3个可以独立活动的转轴的，样子也挺帅的。但是为了还原造型呢，我们把这一节拔掉，把这个圆弧形的换上去。圆弧形的每一个根部是球形关节，这个确实会更还原一些电影里边的样子啊，但是需要插拔替换，未免让人有一些不爽。我估计后面肯定会有什么配件包的公司出一款可以一体变形的配件吧。左右拆分打开，上面的这一节再度的拆分，然后旋转180度背到背包上。这2块爪头挪开下方的这个扣点线位，左右转一下。当然我们还富裕的这个铲头咋办呢？左右劈开。背后这里有2个梯形的滑槽，我们把它收纳到这个背上。可以说这个应该是目前为止 MPM 系列出的最复杂的一款模具了，身上需要变形的零件也很多，而且其实在一些很细小的地方设计的也算是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味道。比如说手指、脚趾这几块我很喜欢的结构转换，尖头这一块和胯部这一块轮子的隐藏收纳，以及整个的玻璃压成的肩带的造型都是非常酷炫的。身体的造型也是很还原于电影里边当时的感觉，体态的样子也不愧是 MPM， 确实也能达到目前最还原的碎骨模造型。头部这里球形的关节，根部的脖子因为变形的需要也可以活动。肩膀这里齿轮关节的360度旋转，抬臂的时候需要打开面板，插到这个洞里边吧，差不多可以举到这么高。二头肌根部360度旋转，胳膊肘双段的齿轮关节，卷曲的幅度很大。
手腕360度旋转，并且这些指头都是可以独立活动运作的，也是变形的需要。腰部可以独立的活动旋转，前踢、后踢。虽然说有一个齿轮关节的存在，但是这个齿轮料子的关系啊，非常的不舒服。侧踢，转轴的关节可以踢平，也是变形的需要。膝盖这里齿轮关节折到90度不成问题，但是卸开锁钩，它竟然还有整只脚的接地关节。哦呀，这个也是设计不错的地方，就是会拖很大的肉了。当看到人形的上半身的时候啊，这些细节的雕琢刻画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少了涂装的处理，就感觉素不拉几的。这就跟 SS 系列是一样的道理，其实面板上的细节勾勒处理的都不错，但是少了一层涂装，没有层次感，就显得不是那么抢眼了。头雕的刻画非常的细腻，而且整个的面罩抠掉它，换上这个配件。被打烂了，耷拉着一只眼球的感觉。可以说这一套碎骨魔的说明书唯一有用的地方就是告诉你这些特效键怎么去安插，除此之外对于变形的参考意义真的一点都不大。照说明书变你会变得越来越乱，而最终呢，处理完成的效果，装上特效键以及战损的脸部以后，感觉哎呀还是真的挺酷的呀。官方不惜成本重金之下创造了6个，给你带了整6个造型不一样的软胶火焰特效键，只是为了还原出来这一身的效果。但翻回来说，1100块的售价，涂装已经是这个素质了，你再不带点配件来增加诚意，着实也有点说不过去。总体来说的体验吧，把玩的过程中，对于一些结构的奇思妙想，我还是比较认可的。特别喜欢手部和脚部的变形，还有身上各种轮子的半隐藏变形刻画。它没有假轮子，全是用身上的真轮子变出来，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车型和人形都非常的还原。虽然这一款的变形相对来说挺复杂的，但大量的零件运作之下，也能体现出来电影玩具在每个零件都在变形时候演绎出来的那种变形的独特美感。说人话就是电影系的玩具，你这么做就对了，越复杂越不嫌复杂，但是能取到一个巧妙的折中点，又让人能在把玩的过程中享受到这些零件转换时候的乐趣，那么就说明这个设计是成功的。但这一款，也就是刚才我们在变形的过程中所说，设计非常的棒，造型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出在料子上。做工这一次啊，越南人可以说是每一个地方穿轴穿的挺认真了，并没有出现变不了形或者扣不住的情况，这一点是有进步的。材质不更换的话，始终你再做齿轮关节都无法支撑得住。我们在变形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以及不舒服的地方，让体验有所下降。胯部的齿轮，掰歪了的牙齿，肩部这里连通下来的一根轴，导致了这一块和这一块的变形同样别扭。车型的爪臂无法完全的支撑，虽然说都是一些小问题，但这些又是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方。而玩家们诟病最为严重的，主要还是现在漆面的节省了。变成人形也是太过于崭新，并没有展现出来那种战火纷飞的感觉，就感觉这些特效啊都像是 P 上去的，特别假。有一种什么味道呢？某些流量小鲜肉去演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片时候的既视感。独立团，就是哎呀，吃不了苦啊，上不了战场啊，大动作用替身呐，烟熏的毁我的形象啊，怎么样？偶尔嘛，身上点缀上一点点，让你感觉到啊，我是在拍一部战争剧。但是身上的这些火焰特效太假了，你硝烟弥漫的战场怎么可能让你梳一个油亮的大背头？哎，脸上铺着粉，2斤厚，笔挺的军装光鲜亮丽。身上偶尔着起来的一些火焰嘛，也都是后期的制作 CG 的特效，仅此而已，实拍不可能的，台词我都记不住。终归来说一句话，这毕竟是官方出的 MPM， 控制一下成本，省一省又是1个亿。
所以设计师的底子是相当不错的，很有想法，变形也很好玩。两个形态的切换，造型方面的还原度，对于电影里边的一些元素，还有身上的各种小细节，真实变形出来的零件，这款的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可惜，如果能在小细节上面再加强一下，在涂装上面再精进一些，那将是一款更加棒的 MPM 大师级电影作品了。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